好，大家好。那经过前一节的这样说法，也有同学的头壳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跟前面的那一个 backpropagation 那个相关多层的观点都已经连在一起了那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还有 more concept of RNN learning algorithm。那又有人提出，因为前面那个 RNN 模式是很传统的这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那所以就会有提出一些问题出来。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说那个叫 K cycle 的 expansion K cycle expansion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这个 K cycle expansion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来就是说那 expensive 这个 framework with size 等于 K is 什么 concern， 就是好假设我们有 K 层的这个结构已经被我们考虑到了 ，so that is we figure out the expansion with 什么 time periods duration from t 等于 to K。那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说我现在考虑 K 个时间点的一个展开，然后呢，我去观察它的这些 output 有没有它的 output， 那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出现那这个当然就有很多的考量。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你发现中间的这个 status S1 到 SK 什么 are consecutively compute， 它会被这个时间轴的这样被计算出来 ，and OK finally can be 什么 obtained， 所以最后的 K 也是可以被得到的。也就是说到 DK10 以后呢，整个全面都全部得到了。那这样得到以后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跟什么坏处就是说 related gradient 就是说相关的这些 gradient 都怎么样 can be 什么 compute 你可以看到它算它，它算它，它算它，非常的迭代这个圈入的部分都已经怎么样不断的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相关的这样。所以这个 related gradient can be 怎么样相关的那个 gradient can be computed to design 的什么 related learning algorithm，很复杂，非常复杂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对的复杂好，那相对的复杂呢？好，我们来看看这里，我们就参考的文献主要从这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看问题来了，它的设计问题跟前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就是 how to decide the size of K， 就说到底我怎么去决定到底我要观察几个时间轴？比如说我观察5个时间，还是观察9个 time， 那甚至有些复杂观察到100多个那这样不是非常的复杂？那到底怎么去决定所以这个都是个大问题就像我们在做那一个一般我们在做什么做那个分类 classification， 我到底要分几类？好，那一般没有办法，就是说都是要事先给，比如说我决定分5类，然后 data 丢进去，它自己就再去产生个五类。那最佳分几类？那一般来讲演算很难事先知道所以这个就变得很麻烦。所以 in order to record more previous data, we perhaps choose a large K， 就是说为了观察更仔细，为了观察更多的那个 information， 也许我希望 K 越大越好。那这个好吗？所以 this 这个什么 this leads 什么样？就是导致于这个 traditional problem 的什么的 vanish 跟这个 exploding 就是说会让它信号消失掉，或者说怎样，或者炸开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解释过的 gradient problem， 因为它都会透过 gradient，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等于说 upgrade 的过程里面的话，我可能某些 weight 会变得几乎不见了，或者某些 weight 变得超大，那怎么办？这个也就是说，你承继前面的这一个multi-layer 的观念跟 gradient 的观念去设计的话，这些问题都在所以在相关文献里面，他们也在警告我们这些问题有没有？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 vanish 的问题你看，就说 due to 什么样 due in 呢，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中间 the forward step we obtain OEO 到 OK。Then we can compute the loss function， 所以首先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 loss function 是什么。好，那接下去呢 ，based on this loss function, we can find the related gradient and develop 的什么样的 BP learning algorithm。好，那问题来了 ，if weight in each layer are all less than 1, the final weights in input layer will approach to 0。也就是说，当你这个 weight 太小的过程里面，比如说一次降低。这个也许我现在这个 value 是这个值，也许然后又降低几个 percent， 也就是让它越来越小，小到后来的几乎都不见了不见了那这个当然是我随便举一个现象啦。
不一定是全部这个现象，只告诉我们说有这个现象出现，要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哈。好，那再来说 exploding 哈，这 exploding 的问题就是说，好，一样的问题 ，due to 的这个一样哈，这个 forward step 哈，那我们得到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把那 loss function 找到。那问题如果说好 ，based on the loss function, we can find the related gradient and develop the BP learning algorithm。关键来了 ，if the weight in each layer are all greater than 1， 好，这个当然是我找到那些文献，它这样讲法。因为后来我没有再花时间去细推它的数学模式哈，因为太复杂了，太复杂了，然后也太讲白一点就有点冷门啦，同学们不见得会愿意接受那样的一个细细的看它。那因为 bit propagation 那个细推数学模式不得不看，因为那是在80年代让整个类神经网络败部复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演算法，所以那个时候我花很大力量把它细推给你们看哈。所以的 final weight 哈是 in the each layer 就会炸开，因为大于1的什么的那个值的 n 次方啊，之后的话它就会炸掉了。嘿，那刚刚是小于1的 n 次方就会趋近于0，嘿，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哈。好，那所以因此呢，怎么办？怎么办？就有很多学者就看，那我就不要用刚刚那个传统的那个recurrent 的 model 再去把它做 expand， 我就来提出更多的那个结构出来哈。那这个我们就说欣赏一下，好像头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 due to the problem of original RNN 的话 ，several related model are concerned， 就是说有一些模式就开出来，就比如说有 bidirectional RNN 啊，有的 deeply bidirectional RNN 啊，好多模式。再来什么 LSTM RNN， 所以我们下一节会专进来讲 LSTM， 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我们在 call 的那个 TensorFlow 啦，相关有名的那个给我们的模式呢，几乎都会走这个 LSTM， 它是 long short term 的一个 memory， 那后面会再仔细介绍这一个。那这一节就先看这两个，他把它画得好复杂，非常复杂。所以 one of the important RNN models 我will discuss in the next section。所以下一节我会专注的讲这个 LSTM。那几乎以后的话，各位看到的 RNN 都是 LSTM 的这个模式比较为主了哈，为主。那不见得是一定是这个模式，因为还是很多人提出其他的模式出来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哇。好可怕 ！bidirection 那这个数学模式我们就不再去细推。你可以看到，这是它就把它画得非常复杂。我们本来是只有一个这样而已，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式就会变得更复杂。你看到 hidden layer 里面就变成什么双轨在跑，双轨在跑。那把它展开以后就变成好可怕。那这个都是这个从 wiki 啊什么的相关的文献里面找来的，有没有？那当然详细的数学公式我就不再去推了哈，只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研究某一个 model 遇到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就穷尽我们的可能再去改良那个 model， 那他们就改成这个模式，再把它展开就变成这个复杂的模式。那细节你们就在找相关的问题哈。所以 each state not only consider the next state, also consider 怎么样 ？considers the previous states， 非常的复杂。所以 for instance, we would like to predict one losing word in a sentence。例如说，我们想要去。比如说有一个句子，它有一个字不见了。After we read more sentence， 就说我们在读更多的句子之后的话呢 ，we then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back to fill in that losing word。就说当一个文字里面前面有一段话里面有几个字不见了，当你读完了后面更多文章之后，会意整个大意之后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丢掉文字应该填什么为佳。好，那这个就是变成说 recursive 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的优点。好，它不断的在等，好，在或者更多的那个，就我刚刚讲观前顾后，好，那在左右都看大量的这个观察资料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结果出来哈。所以是这个的 model。嘿，好，那再看 deeply 好 bidirectional neural network， 哇，你看这个图看起来极端的可怕，极端的可怕，有没有？光画好这个。那时候请那个 TA 在画，有没有？光画这个图，他们就开始快疯掉了，有没有？好，这个可以画出来那个线画得非常复杂。那这个画完以后，你可以看到，说 in each hidden layer we add one more dimension to increase the computing complexity， 就是为了让它增加它的记账复杂度，我们要增加很多的不同的结构，一层层的加上去，有没有？不断的加上去，这样 ，even though the computing complexity greatly increase。It is very difficult to handle the system model， 就说它虽然是变得非常的富有内涵，复杂度非常的高，
但是已经没办法驾驭了哈，就是说几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驭，就像说一支新的战斗机，非常复杂的战斗机，那不是每一个这个飞行员都有办法驾驭哈，所以就像这个空军官校的学生，很多也不是说都能够全部毕业哈，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那个能量去驾驭飞机哈，所以到了高年级以后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决定他们没有办法当一个飞行员，那怎么办？那只能变成地勤的人员这样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模式越来越复杂。那还好，还是那句老话，后来很多的人家就帮我们用模组化你去逗它，但是你可以享受它的性能，享受它的那个功效然后呢把它拿来解决我们的应用问题你只会逗它，会驾驭它就好了。简单的外壳的驾驭，那里面的模组的变化可能就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能够 handle 得了好，那我们呢这一节我就很快的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那希望同学们呢不要害怕，我们继续往下学下去好。